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要来聊一下关于气泡的部分，3D 列印机的列印的生成物产生的气泡部分。当然这些是都没有气泡的啦。我是发现说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就是在讨论说，我到底买的设备是不是有问题啊，什么之类的。那因为我本来就是买这一家厂商它的第一批货啦。如果是证明第一批货，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有买第一批货的话呢，他们会送这种，你觉得好像用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真的也觉得以为是用不到的，所以都一直放着。所以说会有那种疑问啊，就是像以前那种 iPhone 时代，有人会拿到说，里面的晶片厂是台积电的还是三星的，类似那种疑问。所以我自己就借由这个机会的时候，想说把产生气泡的一些可能问题，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机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来介绍给各位。那我想，因为应该是比较多数的人都比较不会去尝试啦。我的意思说，就是买一堆料来测试。我们先解决第一个疑问，就是说我的机子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自己用这个放大镜来显示给各位看看。那这个应该就是它的肤色键。那肤色键的话，就是他们的 4K 料，就所有的 4K 应该都是这个啦。我自己去看的话是都没有什么气泡，因为其实他们说的气泡通常是在最顶端这个地方，这个是没有的。好，接下来就是那个 ABS 键，因为其实我印很多了啦，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后要处理掉的，所以说我就想说，顺便把它拍一拍好了。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疑问啊，你看这是 ABS 键，ABS 键出来的也是没有。好，接下来就是之前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所印出来的。好，你看这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印出来的。这个也是没有的，不要说一个啦，这个也是，这更小。你看都没有。好，再来一个，这个更复杂的，这头上更复杂的。你看也是没有。当然了，我最近在测试列印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也有去联络客服。好，我们先看一下没有修正过的情况长怎么样。这个就是了，你看，这样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有气泡吧？这个，而且是在高低不同的地方。当然，因为这个我是在验证我的东西啦，所以我没有去料槽我没有倒很多，然后再来是我是摇一摇就直接印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去联络个客服之后，他们给的建议出来产生的结果。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哦。这个是联络客服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不知道各位可以看出，因为我用放大镜的，这样应该比较清楚啦。这是没有气泡的，这个是我没有去降低速度列印出来的结果。你看，最顶点的地方气泡出来了，所以客服给的建议是有用的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不是机子的问题。因为我只有买普罗森的料啦，所以其他家的料我没有测过，所以不是机子的问题啦。为什么我目前只买过普罗森的料？因为很简单，因为它有物质安全资料表。我们知道说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会比较怕它有没有一些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一些毒性，对所以我买料的话呢，我一定是买它有物质安全资料表的，然后告知你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当然它的东西就是
我看资料是说是没有毒啦，当然不是没有毒，不代表可以吃啊，哈哈，就这样子而已。嘿，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点呢，就是料的问题啦。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呢，有些国外有些人他们都会去加一些很奇怪的装置啊，我一开始也看不懂，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后来我现在经过这一次大概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事情，我大概知道了。我们先看一下料的特性啊，像这就是 8K 的料啊，各位可以听一下它摇晃的声音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拿一下 ABS 的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那个感觉？它这支 8K 的料本身就是比较粘稠的料。那我最近就是在把它倒到树脂槽，或是再倒回到这个瓶子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说它比较会咬住气泡。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有气泡在液体表面的，它会马上就散掉。可是它不是，它反而会是，就是会变成气泡会直接包在里面这样子。我之后的小杰那边也有影片，可以大概给各位看看。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这边的介绍部分是要讲什么？如果说你觉得机子有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啦。而且我这个就是第一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机器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其实有的，因为我本来想说，他送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不是没有用啊，就是说是备用品啊。后来我去看了一下，网络上有一些谣言我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啦。他就是说叫你把那个树脂槽的这个替换成这个 NFEP。那我是因为这一次气泡的事情，我才说原来我现在是树脂槽，不是这个东西，它是另外一种的。所以等一下这部影片呢，也是顺便想要去测试一下，如果说我把树脂槽的底面换成这个 NFEP 的话，它会不会可以减少气泡？因为我的裂印，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到说那个树脂膜，就是底膜坏掉的话才换的话，可能要很久。所以我这次就借由这机会，想要直接就把它换掉了。好等一下我们就来做其他的测试。大家好，那现在我把 NFEP 替换完成，也列印完成。那先讲结果好了，结果是有帮助的，的确它会减少气泡的生成。那这个就是我先前的，这是使用官方参数印的当然在天气冷的状况下，那应该可以看出来吧？这边的地方是有气泡的。那这边的话，则是使用那个 NFEP 去列印出来的。我们一样再看它的顶端部分，顶端是没有的。当然一个不准我们来看其他的，其他的也是。所以表示 NFEP 的确对生成气泡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减少气泡啦，不是有帮助，是减少气泡。当然，我列印的时候，我是使用官方原色参数，另外一个是使用二段数列印像这个就是二段数列印，那二段数列印的话，前面的速度把它调慢，然后后面把它调快，那印出来的结果看来也是不错的，就是一样，没有气泡。另外这个呢，这个则是按照官方预设的去列印。再来的话，这个都是我料摇一摇就直接倒下去，然后我没有倒很多下去测。
因为我觉得这样测才会比较准。那结果就是 NFEP 应该是有帮助的，没有错。如果各位有的话，可以去 T1 看看吧，因为我真的一开始觉得那个是这个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这个是备用品。我不晓得他居然预购的就是给你送一组这个。当然，另外这个我就没有贴了，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贴，哈哈哈哈。好，等一下就进入总结吧。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做一个小结。我想说你，因为像我之前在搜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资讯是蛮零散的啦。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就顺便把它全部整理起来，就是说可能可以怎么做可以减少气泡。当然是用使用者的角度啦。我会整理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后会买比较浓稠的料，我怕可能又会再遇到类似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善，可能就是3个部分吧：机质、树脂跟切片参数。那机质的部分呢，前面有验证过给各位看的，就是说机器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要改善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只有这个，你去把 FEP 改换成 NFEP 吧。如果说你在官网上有看到过这个动画 ，FEP 跟 NFEP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我今天在离模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它的反作用力比较小。那我去看人家为什么会去更换 NFEP 呢？其实它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列印的成功率。那为什么是提高列印？因为它的反作用力比较小，所以说它的支架比较不会断。我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子啦。至于减少气泡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类似谣言吧。可是如果说你是跟那个客服给你的建议说是降低那个列印载台的速度的话呢，其实这样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因为它的反作用力，它这样的话等于是会扰动那个液面嘛，这个它扰动的比较小，所以好像也有一些关联性啦，好像啦，不确定。如果有兴趣的，可能你自己手边有的话，可能可以换来试试看啦。好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脂啊，我觉得是树脂是比较粘稠的所以呢，他们给你的建议，其实那个我觉得真的不是敷衍啦，就是摇晃道路树脂，不要马上列印，然后提高树脂槽液面高度。好接下来就这个提高列印环境温度。各位如果在社群上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搞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好接下来这个呢，什么你如果看到有人在讲什么真空脱泡离心脱泡还有这种什么加热摆荡脱泡，其实这都是真实存在的设备，可是都是比较偏实验室设备啦。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开玩笑啦，是真的是有这些东西啦。好接下来就是说液胶粘稠，其实你如果有使用 8K 那支料呢，你去把它，我说在天气比较冷的状况下你把它倒入，你把它摇晃之后倒入，它会像这样子，你会看到表面上会有很多很小的气泡。当然里面应该也有，只是表面上就已经这样，所以表示里面也有所以说呢，你不要一开始就把它静置之后呢，你看它变这样，它那些气泡不见了，但里面有没有不知道，所以说他们会叫你要把那个料把它倒比较高一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上面的液体越多呢，它那个底下的气泡呢就越不容易躲在底下，它会越容易往上。这主要理由。接下来就是温度的部分。如果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去查一个关键字叫 heater 啦。heater 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当然在台湾的话呢，我们没有去思考过这些问题啦，因为我们想说，温度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在国外的话呢，他们有些人温差比较大的地方，或者比较冷的地方，他们就会去买这种设备。甚至有一些人他比较更厉害的人，他直接去列印一个字具，就是说可以直接架在那个机子上面。那这就是那个 PDC 的那个温控器，直接在里面加热。
啊，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奇怪，他们天气冷的地方怎么他们好像有些人没有再提出什么气泡问题？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加了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们里面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比较没有气泡问题。好，啊，接下来就是切片的参数部分，这是官方的参数嘛，哈。那如果说你去问客服的话，其实他们给你的答案应该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叫你降低抬升速度，还有回程的速度也都降低，其实就降一半就对了啦。当然啦，如果说各位使用上你会觉得说哇这样变好慢哦，那就是用现在的这个啊，这就是我自己在用的参数啦。它其实就是这样调整而已啊，这就是二段数啊。你二段数的话呢，你就是说你这边把它降速之后，那你这边会让它恢复到原速。哦，你看恢复到原速这样子。当然二段数的话，你这个地方你就变成数值要颠倒过来啊。这边记得一定都要配一些的距离，就是说你本来抬升距离，你这边本来是8嘛，那你就是要把它一些切到这边来，不然你这边调整的速度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用二段数，你就是用这样子。那效果怎么样？各位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啦。当然如果说你印出来是有问题，那就是自己再尝试吧。我也只是大概提供一下。好，那最后的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温度还是主要的关键啦。那在台湾的话呢，因为比较没有像其他地方那种温差那么大，所以我们感觉比较不明显。可是它官方已经有讲了，它的数值参数大概是表现在25度。那我想这一支 8K 的料呢，它应该是接受温度的那个 range 比较小一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比较接受比较低温一点点。所以说我看到有些人他是建议说，可能是在他们通常是定温在27到28度左右，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这边大概就是我大概看到的一些解决方式啦，提供给各位参考啦。大概就这样哦。